这一集的精彩预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靠，我们想要了解多一点有关同性恋跟宗教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同性，我们的知觉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同性。如果出了这本书的话，我会影响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信徒变得更 gay 啊。你懂？你现在是 gay 也是因为你前世的因果不好啊。不是老 Uncle 播客嘉宾所发表的观点、意见及陈述，仅代表其个人立场，并不一定代表 Authentic Legacy Media 的官方立场或政策。欢迎收听不是老安哥，我们将用犀利的问题挖掘一下真实的故事。今天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这位先生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看家本领，因为要打扮的比较好看一点，他不能一下气势给他压过去。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靠。嗨，你要我叫你靠还是叫你凯？凯哦，凯儿都行，没问题。好，没问题。我不会压人的，我的体重才56，不会重，不会压人。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是其实蛮特别的，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多一点有关同性恋跟宗教的问题。好，太棒了，因为这些都是没有人敢问的问题。哦，是吗？没有人跟你谈过吗？还是只是通常都是私底下谈的？多数人对我的兴趣是在于多或我是同性，多或宗教。哦，所以他是就是比较偏的，就是他只要觉得你是同性，就应该很多话题可以去谈啊。然后就是宗教方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很敏感，不敢问。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觉得呢？你说？因为当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佛教徒，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偶尔有一点就是意识，就是你不敢跟人家就是分享你的就是比较spiritual，就是你自己的那些修复啊的一些东西、一些道理，你会比较闭怀，就是你不会去这么大方的去分享。你会这样，就是你觉得好像没有人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新加坡的社会都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尽量为了尊重对方，我们其实比较少会提到宗教这个话题吧。对，就是敏感，就是会敏感。所以当然，可是你本身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专一佛学的人，就比如说我在工作方面啊，或者是在与朋友之间比较不修佛的朋友，我们谈一些就是不修佛的朋友，就算一些朋友，我们也不会尽量就是去深讨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佛学啊，或者是之类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自恋一下，说我们其实是很有深度的人吗？不是，我们只是愿意把我们的深度发出来给人家看。哎呀，真可惜，我还以为我真的是有深度的人。有深度的人不需要讲的，真的。但其实我很想知道，其实你刚才也说了，你是算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同性。对。但是这应该不是从现在就开始，突然间一天我就变成同性了。应该是从小就有一些迹象的吧。我记得我最近就是参与了一个 podcast，然后他也是问一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同性，我们的知觉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同性。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同性，我们只是有个好感，有个喜欢度，然后我们才知道慢慢建立起一些思维啊，才知道原来我是同性，所以他一直都在。他没有不在，他一直都在，只是你会发现到说你喜欢的东西，怎么突然跟别人不一样？你会觉得说，突然我怎么对一个同性的好感多过好感？所以你自己本身第一次发现你自己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是小时候的记忆是什么？我小时候很奇怪，就是现在也是很奇怪，就是你懂以前有一些白化病的人嘛，就是 albino 嘛，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你看他们，我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就是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好帅哦，他的头发整个白的嘛，他的肌球白的，所以我那时喜欢同性是因为他的样貌，我就觉得好帅哦，为什么可以白的这么酷？我不知道他是白化病，所以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啊，还是知识啊。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好帅，所以我不会问我自己是不是同性吧，我只会觉得说，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人是因为他的样貌，因为他整个很白。但是我其实他也算是蛮幸运的啊，幸运，因为对我来说，很多这种 albino，对，他们在街上如果有人认识他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有点歧视的眼光。所以很多人可能都在后面指指点点，指指点点。所以对他来说，第一个反应，上了学校第一个反应就是其实不是被人家歧视，不是被人家欺凌，而是被人家喜欢。那种应该对他的自尊心真的是打了一个强心针。可是我觉得他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跟他说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跟他坦白啊。你那时候6岁耶，你连吃饭都有问题了，你妈妈给你一天5毛钱都已经叫苦连天了，你还有时间去坦白吗？去做这种事情吗？没有啊。可是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看，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在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与众不同嘛，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还是看相貌不一样，就要去歧视啊之类的。所以我可以说，就是我在学校，就是我的朋友是真的是国际化的，就是不分种族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就很喜欢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啊。太特别了。真的。那你的家人呢？你的家人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我妈妈很棒。我妈妈就是她有从小到大，她就一直会觉得说，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爱心要多一点，你懂吗？就是她教我，就是可以忍就忍。他也是佛教徒吗？他不是，他算是佛教徒，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他在拜什么。你懂吗？就是那种拜拜的，比较传统性的。对，就他道教、佛教什么都一起拜的。对。然后他也是在教的，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讲说，那个我们可以忍的人晚上睡觉会比较安心。如果每次一直不可以忍的人，你一直要跟人家针对啊，就是吵架，你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我永远会记着一句话，讲说，只要你有忍度的话，你回家睡得觉，就是睡得安心的，你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自己这句话，所以他其实是蛮有一个爱心的，就是他应该是就是给了我一些就是那些小智慧，你知道吗？就是忍度要有忍，不管怎样都是要用爱，你对待人要有爱，要有爱心。所以你的父亲呢？爸爸就比较严，他就是比较，你懂吗？就是每个父亲一样，就是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 OK， 不会说太多话，就比较也不算严厉，就是他就是不会表达这种心里面的那些感触啊，对吗？然后就跟他就会比较有距离，尤其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比较娘，就是比较女性化，所以他看我的时候，他还会觉得说，是我的儿子这么娘，你知道吗？他就会有一个比较，他有一个排斥感吗？我觉得我感受得到有这种排斥感，然后他就是一个大男人，你懂吗？所以他会怎么样的反应？他就是有时候他也不会很就是太管我，只是他也不踩我，可是对我妹妹比较好，我觉得他对我妹妹比较好。比较好在哪一方面？就是他会比较疼我妹妹。OK，就是我妹妹要买东西啊什么啊，他都会给她。然后就是一些，因为他也不会说不理你吧，就是说可能比较疼而已。对，比较疼，就是觉得他会比较疼妹妹，然后就我原本就是小时候你都会觉得就是会比较嘛，对吗？你都会去比较说为什么爸爸好像比较疼妹妹啊，不疼我，所以慢慢就会有一种心病吧，所以就慢慢就没有这么亲近。对，就是感情没有这么好。OK， 所以你跟你的妹妹2个人，就是唯一2个，对吗？对，所以是小组家庭了。对，然后后来你又开始比较认知说，原来我是同性恋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就是很怕人家知道。那个是大概几时的时候？那个应该是10多岁的时候，应该是15、16的时候吧。就是你懂，在中学啊，你就会有一些喜欢的人啊，你懂吗？就是一些你觉得哎呀很暧昧的啊那种关系啊，你懂吗？就是你喜欢这个男的，你弄得我很好奇，很想问你多一点。就是你会喜欢这个男的，对吗？你就有一个 crush，
然后你就去接触他，然后他也会很用心来接触你啊，他就会打电话。晚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那个手提电话嘛，所以你要通话的话，你就是要用那种家里的那种landline 啊。OK， 有线电话。所以以前我们就会如果需要跟人家聊天，我们就是霸占那个电话，你知道吗？就整家人，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跟这个人聊1个小时的话，没有人打得进来，你知道吗？就是你变成说，你就会被全部家人说，好没有，快点挂电话，要不然就打来怎么办？所以他就会有时候偶尔晚上他就会打电话给我，他就会跟我讲一些谈心啊之类的东西。而且我发现原来他喜欢的不是我，他喜欢的是我的好朋友女生。然后他要跟你谈心是为了接近你的好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就很暧昧嘛，对吗？就是这有还是没有？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我们校园有一个就是体育会嘛，然后在体育会结束之后，他有比赛，然后比完了他就一个人跑来找我，我就说恭喜啊，你赢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2个，我记得那个画面很清楚，就是在那个体育馆里面，在宜顺，特别就在宜顺的体育馆这边，因为我以前是读一道中学，就是宜顺堂，然后我们就2个人走在一起讲话什么什么，然后后面就有一群男生在嘲笑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你们2个在干嘛？就说这么靠近跟那个男生，我跟那个男生 OK， 就是打电话要认识我的好朋友的男生。所以有人我不懂应该讲他的你们名字吗？应该没问题，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然后 Joseph 他叫 Joseph， 然后就走在体育馆，然后后面一帮人就一直看着我们笑就一直有点在调戏那种，就是小孩子嘛，你们2个在干嘛？所以就有一种暧昧感觉，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然后就也没有发展，就也没有发展。他也最后也不追我的这个好朋友，然后最后就结婚生子他就很早就结婚生子了。所以你的好朋友知道你有倾向有点不一样吗？我觉得大多数他们应该知道吧。但是你没有跟他坦白？我没有坦白，那是中学的时候。OK， 所以后来 Joseph 怎么了？一场意外，他有可能呼吸就是喝醉酒，然后呼吸有可能不是很顺畅，淹着，然后就过世了，很突然，太突然了，太突然。对，我记得那时候去他的那个病理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都蛮伤心的啦，就是因为觉得说那时候的我就觉得说，到底我没有被他爱过，就是你懂你的那个。就是有些疑问，就是找不到一些 closure， 找不到一些对你来说，到底这个人他花了这么多时间，你付出了这么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被他爱过？所以一直有一个心结在，解不开。对，可是就是因为这心结解不开，到我现在45岁了，我从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就是我一直都是单身。是因为他吗？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是因为不想被受伤害，所以就是堵了一个墙。然后现在的就是没有缘分我没有要约我所以也没有人喜欢我，所以我就算了，不要管这么多，就单身到现在。所以你其实第一次出轨的时候是几时呢？我应该觉得我是在我读南洋美专的时候，就是那那时候我应该是20岁吧。OK， 我比较慢。虽然每个人觉得我就是一定是同志，可是也没有人讲。然后你知道，我们出轨不可能只有一次，它一定是很多次。你的出轨一定是出柜还是出轨？出轨不是出轨，出轨就是你跑去跟别人出轨可以了解。然后那个时候是20多岁，不是第一次出轨，然后就很多次出轨。对，因为我们每次要跟别人说跟你的妹妹跟你的好朋友然后所以第一次出柜的时候，就是跟谁坦白呢？应该是我妹妹吧。OK，为什么选择她？因为可以讲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发现她也跟我一样不正常。这应该
有一点暗示了吧？OK，好，所以就变成说，我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出轨，因为出轨，因为这样的话就觉得说，哎，我们两个都，所以他的反应又怎么样？他就会笑笑啊，而他也笑我啊，所以看起来他早就已经，他就知道了，对 OK，所以你周围的人中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他们会捉弄你是吗？会呀，但是都会呀，你也没有真正的去回应他们。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很特别，因为我其实是蛮会唱歌的，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表演啊，就是 talent time 嘛，然后我就会上来唱歌，然后我唱歌真的是很厉害的，现在唱不了的，因为我的身体的问题。我之前是唱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学校就算是多么娘，可是我很红，因为他们知道我很会唱歌，所以我就变成把我的那个娘性被盖住了，变成我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所以那时候的人对我很好，就是自从他知道我会唱歌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很好，所以没有人敢笑我了，因为他们觉得我有那个天分去做一个很有才华的，很女性化的歌手，所以那时候的我就很容易被人家接纳，可是偶尔多数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人歧视，比如说有些男生捉弄你啊，你懂吗？就是丢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在你身上啊，还是丢在你书包里面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粗俗的一些话语啊，就是喊在当面大家喊你啊，这些都会有。所以跟你的妹妹出柜了过后，然后下一个人是你妈妈？我朋友吧。哦，我谈到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曾经跟你妈讲过？没有到现在为止直到现在都没有。没有。老爸也更不可能。老爸因为他过世了嘛，所以就也没有机会去跟他讲这种东西，所以就变成我有时候觉得我妈妈78岁了，所以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就变成说，我就是要跟他讲我喜欢男生，我觉得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会觉得我也是，他是一个直男吧？他没有任何时候催婚吗？没有，我妈妈太好了，她没有催婚，她也没有说从小到大就是你要读书厉害啊，你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她不会控制我的就是我的选择，从来没有。感觉上你的妈妈好像很现代的一个女性。现代，看一下，虽然是很老，可是她的思想，她思想不是开放，她思想是前卫，也不是喜欢，就是她觉得你喜欢就好，你开心就好。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后悔的一些东西放在他的孩子身上，说你一定要对期望你说你要这样那样，他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他，但我就是这么让我给我的自由去做自己，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在现在的阶段，其实是对你全部的朋友都非常的公开的嘛，对，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是佛教朋友也公开了 ，OK，所以你现在是自雇人士吧？对，freelancer，所以你应该也没有什么同事可以公开的吧？没有东西，我的客户会就是跟我一起，就是找我做设计的客户啊，这些我都会。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对同志有偏见的话，你不要来找我。那其实是非常公开的一个选择，就是给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要不要和你合作。因为我不要让他们犯罪啊，让他觉得说，因为跟我有接触，他们觉得对他们的人生的一些哲理啊，就是觉得在犯罪啊什么的，我也不要去让他犯罪啊。那其实你在这整个过程中，你有觉得你想到最受歧视的其中一个事件是什么？我只可以用最近的，因为我觉得最近发生的，太多了吗？因为也不是太多，就是因为人老了，比较记不住一些比较，你懂吗？就是以前小时候比较愚痴啊，比较那些小男生比较愚痴的范围，他的性，抢我的橡皮擦的那种东西，没这必要啊，太，就是有一次我在
我在跟一个佛教的一个中心的一些负责人，就是沟通一些佛教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出一本书嘛。我们的书的内容就是希望说可以把在同志范围的这些印象版、刻像版全部都就是把他的这些不好的，不是就是把他这些每个人觉得是错的，就是同志是错的，行为是错的，这些误导性的一些内容， OK， 我们需要就是去解释，坦白的去让大家比较有知识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正错吗？不是正错，所以我们本来是想写一本书的，然后在那边他们就好像一直反问我们说一些，我觉得算是歧视，因为他就说，可是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同性是对的，可是他也没有说是错的，所以他们就会以一个比较偏激的角度来解释，然后他们觉得说，如果出了这本书的话，我会影响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信徒变得更 gay 呀。所以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然后再讲到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就是再深一点的探讨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懂，你现在是 gay 也是因为你前世的因果不好啊。他们会说这样的东西啊。然后我就很大方的去跟他解释说，你知道有时候一个狗的命还比一个人的命好，所以你刚才讲因果这方面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么黑白的逻辑去对比的。然后他也讲说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是对的，可是我们以释迦牟尼佛的佛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本身都是有佛性的嘛。所以不管你是 gay， 你是 lesbian， 你是同志，你都有佛性啊。所以你有佛性的话，就代表说我们都是可以成菩萨、成佛、成罗汉嘛。所以为什么需要排斥？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性趋向不同，就要去排斥他的佛性呢，对吗？所以就是以这种角度去讲，所以可是他不了解啊。所以受欺凌的时候，对你来说的感觉就是很受到委屈吧？委屈，而且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觉得说，某些人不需要去争取这种机会，某些人不需要去多讲多解释。你小时候受到欺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反应，都是这么想？小时候我很野的，就是我会报仇的。所以我会比较说，他把他的一些东西丢我就丢他回去啊，或者是他要吵我就跟他吵，因为那时候我蛮肥的嘛，所以我也不是弱小的。所以变成说我可以，他也会怕我3分嘛，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嘛，然后又比较肥一点，所以我会报仇的。所以我真的会，小时候我真的不乖的，我真的是气时候我真的是破口骂人，然后就会真的是对他采取行动的，我不会这么容易屈服的。可是现在的我不一样，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就是不需要以暴力克暴力，就是不需要人家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回。我觉得我们的人其实如果讲真的要爱自己的话，就应该不会用暴力去对付别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害自己。谢谢你们的观看，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哦。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就突然一群朋友对我出来，你的性格哪里不好吧，就一直在针对我。哇，原来这个苦是一种启发。我了解你曾经有出家过，但是佛教本身跟同性这个话题是有冲突的吗？